30岁以上的男人还想泡顶美想赚钱，那你就得靠心计，而不是实力啊！大部分中国男人的事业和感情输就输在了自己的认知上。聪明的人已经美人在怀了，而你呢，可能还在走流程表白。没关系，焦哥今天给你们讲10个社会的异性规则啊，不能说直接蜕变成强男吧，但至少能够让你攻略顶美，够用的啊。第一，摆脱学生思维。有80%的男人之所以事业爱情双失败，不是因为不够努力，而是因为被学生思维困住了。什么是学生思维？不是说在念书的男人才会有学生思维啊，而是咱们中国的一种传统教育的禁锢。比如说懂礼貌、守规矩，对吧？这就是传统教育思维，这个就是导致了很多兄弟死磕1-2个女人，甚至3个月、1年啊，关系一直都得不到进展，他还不懂得变通，他还要去继续所谓的什么守规矩。结果时间花了 money 花了，除了得到一个好人卡，或者说甜汪汪的这种称号，或者是2号轮胎的这种位置，你啥也没有得到。而那些渣男呢，感受到女人的好感就会直接去邀约，直接去推进关系，最后反而能够成功的抱得美人归。虽然这并不符合规矩啊，但是现实就是如此的残酷。兄弟们要记住，成功不光要靠努力，还要靠思维，靠胆量。你要做的就是抓住机会去突破规则啊！来讲第2个吧，感情里去索取要比付出更重要。弱者才会想尽办法去讨好女人，而强者呢，他会让女人去想尽办法的讨好自己。听着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但是这个就是现实。你如果想要得到女人的真心，那你就要学会让这个女人去付出，让这个女人去买单，让她来迎合你的需求，比你迎合她更重要。比如说让她穿你喜欢的这个风格的衣服啊，让她为你去准备节日礼物，对吧？兄弟们要记住，敢于索取的男人才会显得有价值，才会显得很自信，也才更能够吸引到女人。你要发自内心的去认可自己，知道吗？啊，如果他给你买一双鞋，买个表什么的，或者说甚至是以你这个对吧量身定制的西装，那都是因为他爱你，也只是因为他爱你。那如果他让你高兴了，送的东西你确实喜欢，那 OK， 咱给他回个礼是应该的。而且这种时候女人收到你的礼物，她会觉得惊喜，会觉得被认可了。所以兄弟们明白没有？什么叫做双向付出？是女人为你付出之后，你去奖励她，去回馈她，这个才叫做双向，而不是付出之后眼巴巴的渴望女人给你回馈，明白吗？第3啊，要敢于自私自利。兄弟们永远要记住，你活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照顾好你自己。女人怎么看怎么想不重要啊，自己舒服才重要。你想啊，每年有多少人出生啊，又有多少人离世，所以这辈子遇到的人大部分啊都是匆匆而过的，知道吧？啊，可能你今天跟他要死要活的，但是过个3、5载之后转头想想他也不过如此。所以别再纠结，别再内耗好吗？你的生命只有一次，放过自己，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了。第4，摆脱互联网焦虑。现在大部分的人呢太焦虑了，都是被大数据和资本精心策划的这个骗局给忽悠了。比如你在学校里的时候啊，感觉好像每一学期的成绩都能决定你的人生。那些旅游广告呢，也给你描绘着人生的什么旷野，是吧？但它不会告诉你去旷野需要多少米。还有那些奢侈品品牌，它会告诉你什么？名表就是身份的象征。国产品牌又会告诉你什么？实惠才是最重要的。OK， 那现在你把这些营销全部都给忘掉，焦哥告诉你，你自己的感受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总是跟着外界的声音走，那你的焦虑就永远没完没了。毕竟在互联网的世界里面，你看到的都是别人想让你看到的东西，知道吗？所有表面的光鲜亮丽背后隐藏着无数的商业目的。所以兄弟们，回归到现实，不要去盲目去追逐那些虚幻的目标，过普通的生活也没有什么不对的。第5，真诚不是必杀技，一直真诚最后只会害了你。总是想着用真诚去换爱情的兄弟，应该从来没有得到过爱情吧？本质上来说是你有点懒。你想想，谁不会真诚？谁不会付出呢？谁不会给女人买包送礼呢？对吧？但一个男人想要征服一个女人，靠的是实力吗？不是的，他靠的是你自身本身的这个对关系的价值的认知。因为真诚的前提是对方得先认可你啊。就比如说这个女人她已经认可你了，被你吸引了，那 OK， 就算你在她身边只是给她说了一句多喝热水，她都能因此而感动的一塌糊涂。但如果她不认可你，就算你为她敞开了你的钱包，她都会觉得你只是在讨好她啊，她也还在筛选你而已。所以兄弟们，你们只需要记住，这个世界不应该是男人追女人，应该是女人追男人。
如果没有人追，那你就得提升你的硬件价值、你的认知以及你的思维，这不是 CPU 啊，这个是强者的必备核心。第6摆脱爱情焦虑。现在是一个特别容易觉得别人很厉害的一个时代啊，就像短视频里面，是不是跑车、豪车、100万年薪，就是这种人特别多。焦哥从来不晒这些，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太容易去晒了，不是太容易得到，而且它会让人之间有距离感，对不对？你们看完以后就会觉得人家的生活好像消费一次几万块钱是洒洒水而已啊，什么小美、顶美、超级美也是随处可见的样子，是吗？这就导致了很多兄弟就算兜里揣着180万，都觉得自己是不敢去攻略自己喜欢的女人的，总觉得哎呀，她长这么漂亮，这么优秀，应该看不上我吧？但这个告诉你，就是因为你的这个心态，才会让你沦为舔汪汪，或者是2号轮胎，或者是供养者。在心理学上呢，有一个聚光灯效应，就是说你总把注意力放到别人的身上，那你就永远看不到自己的闪光点。但是啊，你好好观察一下你自己，你有那么差吗？那些小美又真的有那么优秀吗？有几个脸上没有稍微点科技的，对吧？兄弟们，你们永远要记住，心态决定宽度，认知决定高度。只有本身自信并且敢去想、敢去干的人，他才可能会拥有自己想要的一切。第7，结婚前多谈恋爱，感情一定是量变引起质变。记住啊，过了30岁之后呢，你就会发现曾经的恋爱经验到底有多重要。你想想，你出去买衣服要不要试试？肯定要的，对不对啊？你真真实实的穿到身上以后，你才能知道这件衣服它表面好看，到最后合不合身呢？舒不舒服呢？对不对？那感情其实是一样的，你没有经历过大量的女人，你就永远不会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女人最跟你合适，除非你运气真的爆好啊，遇到1、2个你就遇到那个对的人了，很难。大数据来说真的很难。所以说结婚之前多谈恋爱，不仅是丰富你的人生体验，更是帮你筛选合适的结婚对象。兄弟们，你们要记住，婚姻不是爱情的延续，而是生活的开始。你要先了解你自己啊，你再去找婚姻伴侣，这样才会更合适。好，第8就是不要和原生家庭有问题的女人谈恋爱。这不是歧视谁啊，只是提醒各位。当然有一群女人她后来把自己重新养了个遍啊，这种女人呢，虽然原生家庭不好，但是还是不错，不过很难遇到啊。那我要给你们讲一下，原生家庭不好的这类女生呢，很多都是因为从小缺爱，所以性格都比较敏感，比较多疑，甚至她会用一些假装的外向来掩盖自己的真实性格。可是啊，如果你跟她谈恋爱了 ，OK， 她的真实情绪就会暴露。可能啊，你没有及时回她消息，她就会说你有问题啊。你如果说需要出差个几天呢，她就会一遍遍的告诉你早点回来，然后去各种插一个岗啊。总之，你需要一遍遍的去治愈她，去弥补她的缺失，甚至还要为她的前任们犯下的错买单。所以这个时候，你要问问你自己，你到底能不能够接受？第9，随便结婚。这一定是毁掉男人最好最快的方式。很多兄弟都会在30出头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啊，也是影响人生的错误，那就是随便结婚。觉得自己好像年龄到了，该结婚了，或者家里面催了啊，该稳定了是吗？然后你遇到了一个喜欢的，你就喜欢去干嘛？绑定一生，甚至你都还没来得及去跟他磨合，去了解他的真实面目，你都不知道他的人性底色是什么样子的，你就直接跟他进入了婚姻。那么焦哥也处理了这么多问题的一个经验，想要告诉你，这样的结局呢就2个，要么分开，要么越轨，就这么现实啊！不是他越就是你越，就这么简单。毕竟你没有在了解他的原生家庭之前，你不知道他能不能做好一个好母亲、好妻子，你只知道跟他在一起，你很上头，你很喜欢他。但是兄弟们，上头只是新鲜感，但婚姻可是一辈子。恋爱可以新鲜，可以刺激，但是婚姻它是要2颗心去落地，去踏实，去一起绑定，去为彼此去考虑，懂吗？所以你要在最开始就去看他的人格最低处，他能不能扛得住诱惑，他能不能够情绪稳定，能不能够去为你们的感情和家庭去负责任，这个才是该考量的东西。第10，要永远保持学习。学习是保持清醒应对挑战的一个最好方式，无论是情商、理财还是看手健身啊，都是 OK 的。重点是你要保持学习的状态，这样呢，你才能够有自己的认识和3观，才不会在社会和感情上去吃亏，能懂吗？因为你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兄弟们，你们要记住啊，在这个变幻莫测的时代，只有不断的学习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OK， 以上这10大点呢，是焦哥给兄弟们最诚恳的建议。30岁之后，你们不仅要拥有事业、爱情以及生活，
你们还要学会转换自己的思维方式以及你的认知水平，提升你的内核。当然，提升的过程是痛苦的并且你一个人呢是很难完成的。那这个时候呢，兄弟们要记住第一点还是那句话，弱者才会去钻研什么情感技巧这些，交割只待强男识人心。下期见。